有秦玄雅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心底浮现出自己埋葬的那只小灵兽的情形，眸中一阵自责，面色无比黯然。但是李长寿很快就发现，他的情绪只是简单的悲伤，少了一些愤怒。然后你一时不察觉，这只小灵兽的尸体被人给盗走了，你循着踪迹一路的查看，一路查看，缓缓向前。有秦玄雅下意识地迈步向前，再次进入了殿内，而李长寿的嗓音如同魔音入耳，影响着他的心神。他被人挖出来给烤了。有秦玄雅那双目之中顿时满是悲愤。黑暗中，李长寿立刻传声：对，就这般情绪，保持住，去九屋师伯的身旁，点3炷香，叩拜之后再叩3次头，说出那段话。有秦玄雅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立刻迈步向前。李长寿也瞬间散掉了风雨咒，先时不敢入殿，只是远远地观察。就见有秦玄雅这位渡仙门年轻一辈的首席大弟子，绕过在那儿乌烟的酒屋，拿起了3炷紫香点燃，插在香炉中，随之又后退2步，跪在酒屋身旁的蒲团上，低头磕了3个响头。酒屋扭头看了一眼，带着几分不解疑惑。有秦玄雅的长发有些散乱，冰蓝色长裙如若莲花般绽放，面色颇为凄然。道门弟子玄雅，今起本门道成之缘，三教太清圣人老爷。渡仙门得渡恶真人传下无为经，以此为立门之基，奉太清圣人老爷为祖师，以道门正统而居。今外谋算计，乱渡仙道成，居心歹毒，与我渡仙门毫无前因，绝非我渡仙门有意招惹此魔，望请圣人老爷明察。言罢，有秦玄雅再次跪伏下去，口中开始诵读无为经上卷。一旁的酒屋愣了一下，怎么感觉他说的这些比自己刚才喊的要更高级一些呢？这一次随着有秦玄雅诵读无为经到第2句，前方的那画像轻轻地晃动了一下，一幕无法形容难以感受晦涩至极的道韵自画像飘出，又消失于画像之上。今天兜率宫中的风儿突然变得有些喧嚣，怎么有人在我耳旁哭哭啼啼的？兜率宫后院角落的一棵树下，一袭蔚蓝长袍的青年道者剑眉略微皱了皱。正在打坐的他看着心底突然出现的那些模糊的画面，有一个身高5、6尺的矮道人在俯身呜咽，矮道人旁边还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女弟子，同样是面露凄然。青年道者苦笑一声，悠悠一叹：老师，您又这样，您不愿意出去走动，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呢。他们拜的应当是老师的画像吧？我并无画像，雕塑在洪荒流传才对。老师的境界当真是太过玄妙，直接把因果划到我这个弟子身上。不过能惊动常年闭门不出，对凡事都不喜过问的老师，你们倒是真够厉害。轻笑了一声，这青年道者慢慢站起身来，他掐指推算，追寻着老师给自己的指引，心底泛起了少许明悟。原来是外敌找渡仙门麻烦，渡仙门凭空遭灾。我人教道成并未主动惹事，却有人想拿我人教道成下手，挑拨三教关系。这倒是不得不管管。上次在月老殿还弄断了渡仙门某个小家伙的姻缘泥人，这次去帮一下渡仙门，也算是了断这段因果。青年道者话未说完，看似只是随意的一步迈出，身形就出现在了兜率宫之外。又慢走几步，他已经到了西天门处，
身影飘然而出，那些守门的天兵天将竟然毫无察觉。稍顷，这青年已经离了9重天阙，在高空俯瞰着这波澜壮阔的洪荒大地。渡仙门是渡恶道友所传道程，倒是可带上渡恶道友一起过去，让渡恶道友出手。如此，贫道所占因果就小得许多了。还有个麻烦事，渡恶道友虽只是老师的记名弟子，听老师数次讲道的时间在贫道入门之前，贫道该称他一声师兄才对。可咱是老师唯一亲传，他是记名，又该他称贫道一声师兄，这该怎么称呼？这青年道者顿时一阵纠结，其身影飘飘渺渺，朝着西牛贺州、北距泸州、中神州3大洲的交界处昆仑仙山飘飞而去。飞了一阵，昆仑山已经遥遥在望了。这位玄都特靠谱大法师很快又意识到一个问题：渡恶师兄在昆仑山哪段的哪个洞府修行来着？玄都大法师一阵掐指推算，很快就点了点头。还好，渡仙门气数绵长，一时半会儿灭不了。这次的灾祸似是有所定数，不必太过着急过去。先找找渡恶师兄吧，免得此事处理的不圆满，又被老师关几个圆会。轻轻一叹，青年道者的身影消失于昆仑山上，绕过玉虚宫附近，寻找着渡仙门的便宜祖师爷。片刻前，渡仙门有用了，圣人老爷有反应，圣人画像有反应了，果然是台词方面有问题。九屋在那儿一阵激动，有秦玄雅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李长寿却并未高兴，而是暗自反省。此前自己有些欠考虑，托万灵云长老给九户师伯的锦囊中用了苦肉计卖惨，却忽略了太多的细节，以及人教的主旨。刚才九屋师伯反复的哭喊，先不说圣人能否感应到，就算是圣人感应到了，也很难会看他们一眼。九屋师伯的说辞仔细分析，其实就是在山门被覆灭之前，想请人教教主前来相助。这是渡仙门自身主动为人教教主增加因果。而李长寿回过神来，找来第二个哭者来补救，让有清玄雅重铸了情绪、圣人尊号等细节。先阐明他渡仙门是渡恶真人一脉，拉近关系，最后又诵读无为经，让圣人老爷检验他们确实是人教的道成。如此就成了。是外敌强行侵扰渡仙门，要给人教教主增加因果。圣人画像顿时就给了回应，但是圣人画像的道运很快就收敛，这表明圣人老爷又或者是哪位人教高手已经知道了此事。会不会管，什么时候管，还是未知数。李长寿的心底迅速分析着，接下来有人教高手登场的几率应该高达70%，但是能否及时赶来支援，这个着实说不准，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我在召唤大腿这方面能做的已经做到了，不必再多花费心神。稳妥起见，既定的计划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如果真的大厦倾倒，该跑还是得跑。李长寿再对有清玄雅传声，此事已成，还请师妹稍后，万不要对旁人提起我这段传声。有清玄雅轻轻点头，有些欲言又止。而李长寿的仙识已经离开此地，将心神专注于控制指导人。之前百凡殿中的一耽误，西南西北两方的大战已经是如火如荼。双方从山门外围打到了山门中段的几座峰头上空，渡仙门众仙一退再退，天仙真仙大半负伤，真仙境已经有数十人陨落。
但是好在天仙境此时只折损了2人。反观蚊子傀儡，虽是越发的凶狠，但已经折损了不少战力。单单是葬送在万凌云长老手中的天仙境大妖已经有3头了，若算战绩，紧随其后的便是忘情上人，以杀1人族天仙、1妖族天仙境大妖位居第2。还有几位天仙境长老也是各有斩获，但是总体的情况依然不太乐观。万凌云长老此刻仿佛又回到了万年前的那一战，豪气顿生，始终在以一敌众。只是这位老爷子心底却是暗暗郁闷。此前按长寿的指点，同时葬下那么多大妖，都是感觉丝毫没有费力，也就多用了些毒丹罢了。如今这般直接正面斗法，毒丹、毒功、毒神通，威力似乎大打折扣，感觉相当费劲，颇有些费力不讨好的味道。始终不如与长寿结伴暗算敌人那般爽利。果然，长寿对毒这一道不只是有独特的见解，其今后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万长老的心底如此计较着，下手却是越发的凶狠。他现在已经打定主意，这一战若是能够护下仙门，就将自己最得意的毒精对李长寿倾囊相授，以作为对长寿这一次暗卫门内示警的嘉奖。突然间，万凌云长老感受到耳旁有微风在扰动，又听到了熟悉的传声。万长老，弟子长寿，还请长老不要恋战，分一分心神，观察一下南边的战局。最好两边一同退入破天峰上，稍后再借破天峰大阵御敌，才是减少门内伤亡的正理。万凌云长老暗自点头，观察了一下此时的各处情形，发现自己已经是有些孤军深入了。这个倒不是万长老前冲的太凶，而是同门仙人们退得太猛。李长寿又传声：长老不必挂念弟子，弟子稍后会跟各峰弟子一同进入百凡殿下的地脉挪移阵。长老，您多保重自身才是。听闻此言，万凌云长老双眼微微一眯，嘴角露出少许阴冷的笑意。正在硬扛万凌云长老的几名大妖心神一慌，连忙后退，但是万凌云长老却也是同时后撤，与己方仙人离得稍微近些。他刚才纯粹是因为李长寿此时无碍，心底愉悦。解决了这个小细节，李长寿继续在暗中观察双方的局势。此时两处千仙斗法，距离破天峰已经只剩下几个峰头了。李长寿的仙识捕捉到几名门内带伤的真仙境外务长老正急急忙忙地朝着百凡殿而去，看来是要让弟子们先离开了。接下来破天峰将会变成斗法之地。虽然还有防护大阵，但众多未成仙的弟子修为浅薄，一个不慎随便落下几道神通几只法宝，百凡殿8成会血流成河。有太上长老下令，让修为不足的门人弟子暂离避祸，这几名受伤的真仙境外务长老稍后就负责护持这些弟子。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思量，对已经躲藏在地下挪移大阵附近好一阵的灵娥传声叮嘱几句，让他稍后混入弟子堆中，带着他的本体和师父一同离开。灵娥立刻点头表示明白，继续潜伏在一条崖缝之中，静静等待着仙门大批弟子现身。而李长寿此时的真正的真身，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找好了藏身地，而且巧妙地藏身其中，再也没有主动活动过。片刻之后，百凡殿角落出现了一条向下的洞坑，在几名长老和有情悬崖久呼不断的催促下，一名名年轻弟子迅速冲入这垂直向下的洞口，朝着地底急忙飞去。待一批批弟子抵达地脉挪移大阵，
灵娥找准机会，与李长寿一同在角落中走出来，与众弟子会合。过程还算完美，师妹又立了一功。待有清玄崖赶来，见到李长寿和灵娥之后，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拿着控阵玉符，向前开启地脉挪移大阵。这处地下空洞的底部，顿时出现了一面直径100丈、纹路复杂的阵盘。阵盘下方仿佛有阵阵龙吟之声。有百番殿长老大喊：“快，每次50人进入大阵。玄雅，你与葛长老一同在前方开路。挪移大阵的落点是在东面一处山谷。”有清玄雅当即领命，带着离大阵最近的一批弟子，迅速冲入阵盘，身影略微下沉，一闪便消失不见。大地主脉其实就相当于盘古大神的毛细血管，而地脉挪移阵可以让炼气士沿地脉走势朝正反2个方向定向远距离挪移。渡仙门弟子并未慌乱，甚至有不少弟子主动靠后，让门内修为尚浅的弟子向前先走，整个撤离井然有序。灵娥也被众多别峰的师兄所关照，第3批就挪移走了。李长寿让一缕仙石始终伴随在师妹的身周，自己则再无后顾之忧。年轻一辈撤离大半，渡仙门众仙已同时退到破天峰附近。此时战线被拉开，主峰大阵尚未开启，渡仙门众仙露出了颓势，蚊子傀儡们已经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渡仙门几大天仙高手的身上。李长寿一直等待的时机就是此时。纸人军团出击！破天峰附近几座山峰夹缝的2道河谷中，4只纸道人悄然现身，在土中钻出半个身子，在他们的袖口衣缝迅速跳出了一只只白色的小纸人。而后这4只纸道人迅速地沉入地下，